纽约中央公园是曼哈顿都市里的传奇地标，这个世界著名的巨型人造城市景观，不仅是纽约人休闲运动的绿色氧吧，也是全球访问量最大的美国旅游景点之一。在本集视频里，我们继续接着上集的旅程，游览纽约中央公园，带您解锁这座世界最著名的城市公园里那些最经典的景点，讲述它们背后的传奇故事。每次走进贝塞斯达露台的时候，人们都会欣喜地加快脚步，仿佛即将进入一台交响乐的高潮篇章。这里建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是中央公园中最早的景观之一。斑驳的雕花墙壁和拱廊使整个建筑透出雍容古雅的气质。桥墩、楼梯和栏杆上有象征着春夏秋冬和昼夜的精美雕刻。露台分成上下两层，斜倚在贝塞斯达露台上向前眺望，潋滟的湖水和葱郁的树林尽收眼底。走下楼梯，下面的拱廊也别有洞天。天花板由16000片英国知名品牌 Minton 的瓷砖装饰得富丽堂皇，据说这也是仅有的一处瓷砖做装饰的天花板。拱廊里的共鸣声效很好，像是个露天剧场，每天都有艺人在这里演奏和表演。露台的前方就是著名的贝塞斯达喷泉广场，是中央公园的中心，是到公园必打卡的圣地，聚集着最多的游客。贝塞斯达喷泉建于1873年，喷泉的灵感源于圣经中的一座名为贝塞斯达的传奇水池，它因天使赋予的力量而具有治病疗伤的功效。在绚烂的湖光树影的映衬下，一尊美丽的女性天使青铜雕像站立在喷泉的顶端，仿佛刚刚从天而降。她双翅平展，右手前伸，目光低垂，正在祝福着她脚下珠帘般倾泻而下的流水。水帘中站着4个小天使，分别代表着节制、纯净、健康与和平。贝塞斯达喷泉是为了纪念第一次将水源引进纽约的克鲁顿水道系统而设计。喷泉的设计者埃玛·斯特宾斯是美国第一个创作大型公共雕塑的女设计师。在落成的150年中，这座著名的广场曾被无数次搬上银幕，这里是人们喜爱的婚庆拍摄地、休闲聚会和举办各种活动的场所。田园诗般的勒布船屋位于毕士大喷泉后面大湖的对岸，你可以在这里租船，花上$20就可以体验在中央公园划船的乐趣。风和日丽的日子里，约上朋友或爱人一起泛舟湖上，在如画的美景中度过一段惬意浪漫的时光，绝对会成为你难忘美好的回忆。船屋的咖啡全天开放，有卖各种小吃和饮料，游人们喜欢坐在这里的露天茶座，边吃边欣赏风景，放松身心。走到湖边的草地上，就能拍到有中央公园经典地标的打卡美照。在中央公园的32座风格各异的桥梁中，有27座
是出自公园总设计师沃克斯与他的助手莫尔德之手。眼前的这座公桥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座，它是全美第2古老的铸铁桥，长60英尺，建于1862年。桥身的曲线犹如一把微张的弓，故而得名弓桥。这座维多利亚风格的cung桥是优雅的化身，设计师在两岸地势南高北低的条件下，巧妙地把高低不同的桥墩隐匿在两岸的岩石植被中，实现了cung桥完美对称的造型设计，连同桥身通体优雅繁密的花纹雕刻，如一座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横卧在如明镜般的湖面上，搭配周围的湖光树影和背景中的曼哈顿上城地标建筑 San Remo 双塔大楼，一年四季都风景如画，被公认为是纽约最浪漫的拍照打卡地。在影视作品中，这里是我们熟悉的经典桥段和浪漫故事的发生地。在现实生活中，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造访这里，记录下自己与cung桥难忘的美丽邂逅。走过植被繁茂的樱花坡，我们来到草莓地纪念处。这是一处纪念甲壳虫乐队成员之一约翰列侬的和平公园。在1980年12月8日，约翰列侬在他中央公园附近的72街寓所达科他大厦前被枪杀。他的妻子小野洋子为了纪念丈夫，在这里出资修缮了这个泪滴状的花园，以甲壳虫乐队的一首广为流传的歌曲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命名为草莓地。直至今日，草莓园每天都会收到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拜访和慰问。在草莓地最标志的圆形那不勒斯瓷砖地标处献上鲜花和蜡烛，也会时常看到艺人在这里弹奏演唱，表达着对这位已故歌手的怀念。这个花园因为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捐赠，故也被称为国际和平公园。游览到这里，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央公园西区的72街入口附近。从这里走出公园，你会看到曾居住过包括约翰列侬在内的诸多名人的达科他大厦。沿着中央公园西路再走几分钟，就到了位居纽约旅游排名前3位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过电影《博物馆奇妙夜》的朋友，肯定对这里心驰神往。不过，我们的中央公园的旅程还在继续，接下来的几个经典的景点，非常值得大家访问和了解。沿着湖边的徒步小径向东北方向走，就会看到著名的 Belvedere Castle 瞭望台城堡。Belvedere 是意大利语美丽景色的意思，这里的确名副其实。坐落在茂林与碧水之间的瞭望台城堡始建于1869年，融合了哥特与罗马式的建筑风格，无论从哪个角度拍都很入画，充满着童话般的浪漫气质。城堡建于巍峨的天然巨石 Vista Rock 之上，是中央公园地势最高的景点之一，也是视野绝佳的观景台。到中央公园旅游的朋友不要错过来这里，居高临下的俯瞰脚下这一派英式自然主义风格园林的旖旎风光。瞭望台城堡不只是观景的好地方，也是公园内的教育中心。城堡内的发现室为游客提供园内野生动物的相关信息。从1919年开始，直到60年代，
这里也是纽约市气象中心的所在地。城堡内有为游客开放的小楼梯，可以到达塔楼。1楼还有中央公园的礼品店，可以挑选喜欢的纪念品作为旅游的留念。眺望台城堡附近的小山坡上，坐落着清新别致的莎士比亚花园。这里种植着莎翁作品中提到过的和他个人所钟爱的花卉植物，如《哈姆雷特》和《无事生非》名句中提到的迷迭香和紫罗兰。这里的一棵桑树更为珍贵，据说是莎士比亚本人在1602年亲手种下的一棵树的分支。这个4英亩的花园中布满了迂回曲折的小径，朴拙的石阶和木栅栏，刻有莎士比亚戏剧名句的铜牌点缀在花丛植被中，处处充满了诗意与生趣，是忙碌的纽约人宁静惬意的心灵休憩站。靠近莎士比亚花园的德拉科剧院，每年5月到8月都有莎翁的剧作上演。这个广受欢迎的表演项目被称为公园里的莎士比亚。时至今日，阿尔帕西诺、梅丽尔·斯特里普和娜塔莉·波特曼等名人都曾在这里演出。令人心动的是，这个戏剧盛宴完全免费，谁都有机会在演出当天排队获得观看的门票。中央公园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诸多文化机构在它的周围设立安家。历经100年，已经成为了纽约这个大都市艺术与人文的坐标中心。许多世界级的文化机构选择布局在中央公园附近。在邻近的几个街区内，除了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卡内基音乐厅等世界知名的文化演艺设施，但是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就有43座，年游客总数在2000万人次以上。其中，世界闻名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与中央公园东西接壤，完美演绎了自然与人文的融合。在这2座博物馆之间的中央公园里，坐落着一座名为埃及艳后之针的古埃及方尖碑。这座有着3500年历史的古埃及法老王的方尖碑，是中央公园里最古老的文物，高约21米，重200吨，由整块的花岗岩制成。在罗马帝国统治埃及时期，这样的一对雄伟的方尖碑曾屹立在亚历山大神庙，后来埃及将它们分送给英美2国。另外一只埃及艳后之针目前屹立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据说在1881年，人们用了32匹马才将这座方尖碑从纽约市的码头运到了中央公园。从此，埃及艳后之针便带着满身沧桑的象形文字，无声地屹立在大洋彼岸的这座公园中。很多人到了这里，也许还没有意识到，方尖碑后面的那座大楼其实就是著名的大都会博物馆。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走到了中央公园的第5大道与79街交汇的东门。如果你由此出园，就能遇见被誉为世界4大博物馆之一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几条街之隔的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私人现代艺术博物馆之一。这里也有方便的交通地铁巴士站供您乘坐。中央公园就像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好书，每次游园都会有新的收获与惊喜，很难有人把它细数得完。那些我们没有介绍到的公园里数不胜举的其他景点，和园中各种四季不同的活动，
还有不定时出现的表演艺人们，都像是散落在公园里的珍宝，等待着游人去发现和欣赏。在这里，尤其想给计划来游玩的朋友们介绍几个除步行以外的游园方式。因为中央公园太大，想在短时间内打卡更多的景点，可以考虑租自行车、滑板车，或是体验一下复古的私人马车游。下面就是我给大家精心归纳的中央公园自助游园指南和旅游贴士页，一定记得截图保存哦。中央公园就像是一片巨型的绿洲，横卧在曼哈顿这座钢铁丛林的中心，即便是在卫星上也能清楚地看到。曾有人试想，如果把覆盖了曼哈顿岛150多个街区的中央公园都建成房子，大概可以容纳1600万套纽约公寓。早在1863年，设计者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就已经预料到，将来一定有一天，公园的四周会发展起来，到时这块风景难免被商业利益所吞噬。于是亲手订立了一个禁止侵占的条例。这个非常有前瞻性的做法，保证了中央公园的延续。170年后的今天，寸土寸金的曼哈顿依然保留着这片美丽的大自然，始终免费开放给纽约的市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创造了城市中的奇迹。造园家西蒙兹曾这样高度的评价：凡是看到、感觉到和利用到中央公园的人，都会感到这块不动产的价值，它对城市的贡献是无法估计的。中央公园历经岁月的打磨和文化的加持，愈显气宇非凡，又依旧生气盎然，犹如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精彩。